我觉得既然来到世界上走一遭，那我觉得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东西。大家好，我叫姜志伟，今年43岁。我呢是一个不安于现状、比较好动的人。我的视力障碍呢是从小就是这样的，应该说是先天的。我是有一定的光感，并且呢能够看到比较模糊的影子，然后靠近一点呢能够看到比较鲜艳的颜色。如果说太深的，就是说差异不大的、色差不大的颜色来讲呢，不好区分。我是从事着中医康复理疗师，那么工作呢已经有20多年了，毕业到现在。刚开始的话呢，我并不是学这个的，后来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个职业的选择。当时我在知道有这么一个职业的选择的时候呢，我对他来讲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尝试一下。当时我才16岁，谈不上喜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像我们这一类的视力障碍人群所选择的，就是说最起码在我们那个时候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就业渠道可以说是很窄，但是这个没办法呀，因为这个是你得有一条职业的道路。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的文化知识是完全和我的姐姐和弟弟去学习的。那个时候呢，他们去读那个题目的时候，当时我的父母就跟他说，你要把你们自己学到的东西跟他说，你们几个一起学习，看看谁领悟的好。所以说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正规的学校上学。我记得我跟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从家里面到海南，因为我父亲呢是石油工作者，他们当时在海南那边是有一个点长期要待在那里的。当时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就把我带了出来。我记得当时我爸爸身边有个同事是他们的指导员，他们说那个时候对我爸爸就很不客气的说，他说这个孩子眼睛不好，你带着他做什么？长大了以后他能够做一些什么？所以我就在我自己11岁的那一年，我就恳求我的父母把我送到盲校去学习。我每次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会想着我自己所做的这些东西对我的意义程度在于哪里。是专门为大家解决一些电脑和手机的问题，包括一同弹幕助手。如果发现了有我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我都会毫无保留的把所有的心思都会放在那上面。1997年，我经常听收音机，那个时候呢，就听到了电脑这个词。当时的电脑97年还是很落后的，系统是 Windows 95，然后呢，这个电脑呢还是486、586的时代。我是2002年注册的第一个 QQ， 是我让我的朋友呢帮忙注册的，然后呢加了一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然后呢经常跟他们发信息说话。当时我就在想，假如哪天我自己能够和我朋友一样，我自己能随便找到我自己想找的朋友，我自己能发信息多好，要不然所有的秘密都让别人看光了，不好玩。正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我朋友那儿，
我朋友给我读报纸，就说读到了毒品软件这4个字。当时他把整篇文章读完给我，我立马我就打电话联系到了这个软件的开发商，拿到了我梦寐以求的电脑毒品软件。当时拿到了软件，但是没电脑啊，怎么办呢？我就想到了去网吧。我拿到了这个毒品软件，去网吧让对方安装。对方刚开始不了解，遭遇到了很多的拒绝，但是后来呢，还是在我不断的努力下呢，还是装上了这个毒品软件，在网吧里面去上网。但是有很多事情呢，它不可能说每一台机器都给你装。你想想，一个网吧小一点的几十台机器，大一点的100-200台机器都会有，对吧？那没办法呀，那我们就跟那个网管说固定的几台机器。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上网的时候，可能是碰到人家心情不好吧，玩游戏可能输了，可能是怎么回事。正好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好意思，我这台电脑呢装了我自己特殊的一个软件，咱换一下机器可以吗？我话还没说完，人家就一脚就把我从网吧里面踹到了门外去。这个事情是我遇到过的。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回到家里面，我爸爸那天问我，孩子你今天去哪了？我说我今天去网吧了。你到那边去是不是被别人打了？我说没有啊。殊不知这件事情是怎么让我爸知道的呢？因为那个网管是我爸爸同事的儿子告诉他的。他说江叔叔的孩子过来这边上网，然后呢被别人打了。从那个时候，我拿到了我父亲给我的第一台电脑。说到离开父母，出到社会，包括求职的路上，还是求学的路上，都会遇到很多困难。毕业之后呢，学校是不包括分配在里面的，有很多东西都要靠你自己去找。最大的一次挫折呢，就是我刚刚毕业的第2年，那个时候我从家里面出来，身上就带了2000块钱不到，我就到了我同学那里。那个时候呢，我在我同学家他们那个店里面住了几天，老板有一次就很小声的跟我同学说，他说你的同学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天，虽然说咱们这里吃没问题，但长此下去它也不是个办法呀。我就听到说了以后，我就跟我同学说，我就骗我同学说我找到工作了。当时我就背着我的行李呢，我就出来。当时在街上迷茫啊，真的是很迷茫，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因为那一刹那我自己又没有其他的联系的方法。那白天就想办法去打听，去问那个工作的事情，然后晚上呢就住在酒店里面。但是这个经济不能够这么去花呀，去酒吧做过应该有10来天的这个驻唱歌手，后来才经过其他朋友的介绍呢，再重新回到我的正式的这个工作的轨道上面来。其实那次很不容易的那一次，但如果说开心和感动的一件事情呢，就发生在昨天。我是出去跟我一个朋友有一个约会，见个面。当时呢就在我们这个木棉湾的地铁站。我当时出 B 口，送我出去的是地铁站的一个工作人员，是个小姐姐。这个小姐姐呢问我要去哪，我说我要去这个 B 口地铁站上面那个广场的那个麦当劳去等个人。她就把我带过去，等我坐下来，她说行，那你等一会儿，你的朋友来了，那我要回去上班了。我说行，你回去吧。我坐在那里大概在5分钟不到，服务员就拿着东西过来说，刚刚是您朋友给你点的
套餐。我当时我就懵了，我说我没点东西啊，他说就是刚刚那个小姐姐给你点的套餐。我昨天真的是说不出的一种感觉，就是被关怀而没有办法去报答的那种感觉。但是说实在的，我真的是很感谢他们这些，其实在深圳真的是一个很温暖很包容的城市，在这个地方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一些人或者一些事情，是让我这一生当中都没有办法去忘怀的。线上的同学们谁先来？我们很多视障群体的伙伴们呢，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走上他自己现在所要走的道路，而且现在的这个视障者的求职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窄了，而且很多视障者呢也都接受了许许多多高等的文化教育。现在呢有做音乐的，也有做计算机工程师的，也有像我们一样做这个中医康复理疗师的，所以现在的他们的生活途径呢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我觉得给到更多的是理解、宽容、平等对待，而不是说我们把所谓的身残志坚啊什么自强不息，我觉得前面的身残志坚先不说，最关键一点呢，自强不息，我觉得无论是残疾人还是健全人都应该有的这4个字。我觉得平凡一点好吧，其实我并不出众，说实在的，我更加喜欢是能够和其他人能够融入在一起。